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咱们来讲一讲有关川普的大事儿啊。哎呀，川普也是有大麻烦了。西方的主流媒体公布了一段录音啊，面具人也搞到了完整版的，并且呢，也让我的朋友 ABC 推墙帮我翻译好了。哎，雅思8级的人专业翻译啊。哎呀，我听了这个录音以后，我的妈呀，内容确实非常惊悚哟。哦，顺便说一下，这个西方欧美经过这个灾情的拐点以后，录音等一下再放，咱们先讲一些核心的问题啊。西方欧美经过了这个灾情拐点以后，总体来说呢，西方受到了非常大的受损，在对抗共产集权的优势也逐渐的在缩小，甚至是走向了劣势。那为什么呢？咱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深度的探讨一下啊。首先，面具人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啊，从去年到今年1年多过去了，这是新的一年，我们活着还是必须要展望未来的嘛，对吧？过去呢也必须是要反思的，你不反思过去，未来还是有可能会重蹈覆辙的，对不对？那面具人问你们，从去年到今年，多少人说了美国是无敌的，美国多么的厉害，美国的科技医疗很好，灾情都是小意思，结果呢，美国是被这个灾情搞得最惨的国家没有之一。吴建民天天喊美国捏死中共和捏死蚂蚁一样，美国只要想灭中共就能灭了中共，对吧？结果呢，灭了吗？还有某个大老板说2020年中共必将灭亡，没灭亡他从楼上跳下去，天灭中共。结果呢，这些人说的话应验了吗？拿性命担保的话应验了吗？猫神不是说还拿命担保川普连任的吗？对不对？而且呀，你们看这群人天天说川普是神选之人，可是呢，他们不告诉你川普是哪个神选的，是如来佛祖释迦牟尼选的，还是大梵天，还是耶稣基督选的呢？昨天阿猫说了，一个宗教拜多个神，拜上帝的同时又拜佛，这是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的。因为在各自的信仰体系里面，各自的主神都是至高无上的。基督体系里面，上帝就是无处不在的宇宙最高。可是呢，在印度的神话里面，整个世界不过是梵天的一场梦。佛教里面呢，如来佛挥挥手就是大3000世界，小3000世界。你信奉基督教，你就必须承认上帝是最高的，那这就等于否认了大梵天如来佛是最高的，对吧？那你信奉基督教，你又声称自己是佛教，那你就必须承认释迦牟尼是最高的，对不对？那你这就等于否定大梵天和上帝是最高的了，对吧？你单纯的信什么？那就是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自的主神都是最高的，不冲突啊！你爱信谁信谁，你不能否定我，我也不能否定你，大家都没有这个权利和资格，对吧？啊，各玩各的。但是呢，你同时又信佛，又信上帝，又拜佛，又拜上帝，然后呢，还搞自立宗教，那这就算是对各个宗教的最大亵渎，明白了吗？知道面具人我说的是哪个宗教了吗？其实呀，这些宗教啊，尤其是告诉你这个神也在，那个神也在啊，你们不管拜哪个神都要拜我这个宗教，这都是歪门邪道。那个江峰肥猪脸天天以基督徒自称，可是呢，他还是拜着2个或者3个神啊，对吧？又是基督教又是佛教，然后呢，他所代表的团体，对吧？在泰国又以佛学会自居啊，在大陆更是牛逼，基督、穆斯林、佛学，他都能给你挂钩上。那观众朋友们，你说这算不算撒谎？哦，
那他们既然是撒谎，以谎言立足，那谎言迟早有破灭的一天，这是物理循环规律，没有问题吧？那这帮人啊，天天的天灭中共，天天的神选之人，这帮人的谎言谣言不知道破灭了多少个了，对吧？实际上呢，天没灭中共啊，神也没选哪个人，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几亿分之一的概率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巧合的神选之人，对不对？那网上那些通过什么五行八卦算命，说去年是庚子年，庚子年中共有大难必亡，那今年又说了一个叫个啥年，面具人我也忘了，对吧？今年还继续说中共必将灭亡，反正呢就是一年复一年的怼，总有一年能怼中，对不对？那面具人我掐指一算，中共10000年以内必然灭亡，不信咱们走着瞧，对不对？那咱们退一步来想啊，你把心思放在什么天灭中共的意淫上面，你把你的命运放在什么五行八卦12生肖请小鬼上面，你就等于把你自己的人生完完全全的交出去了，你的人生的自主能力就会非常的差，懂了没？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你们知道迷信这种人的东西啊，这种人他暴露出来什么样的心理短板了吗？就是暴露出来这类人啊，非常的无助软弱，他被现实打怕了，甚至呢有些绝望的心态。你想嘛，一个人都不相信自己的双手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天天求神拜佛的，他的生活能好吗？别说求神拜佛了，还要搞12生肖五行八卦，甚至是养小鬼请小鬼，对吧？再说了，真正的信仰是不求回报的，你见过哪个虔诚的信徒是和神讨价还价的？这些虔诚的信徒就单纯的是信仰和推广，引人向善，对吧？动机不纯的信仰也没什么意义，也不会有什么好报的。而且呢，这些什么请小鬼呀、五行八卦呀、极端的迷信啊、12生肖之类的，会更加的让人走入困境。当然了，面具人我也能理解，有些人呢遇到了困难走不过去了，他想要靠外力，靠某种神秘的力量帮他，能理解。但是你想想，别人平白无故为啥帮你，对不对？人都不帮你了，何况鬼能帮你呢？何况神能帮你呢？对不对？面具人我告诉你一句话啊，能够争取别人帮你都算你的大本事，对不对？这些川粉呀，还有一些极端反共的人，他说美国牛逼了，中国傻逼了，让大家足足膜拜了4年，而且呢整个西方包括反共阵营都沉溺在了中国崩溃论的美梦中，从而呢掉以轻心，给中共了迅速扩张的4年的好时光呀。现在大家回过头再去看RCEP 中欧贸易协定，包括南海、西藏、新疆、香港全部都搞定了，对吧？西方现在回过头觉得，哎呀，中共厉害，不能小瞧，是不是再一次重蹈当年蒋中正的覆辙了？当年老蒋也觉得毛泽东算什么东西啊，不足为惧，结果呢，是不是小池塘掀翻大海了？等你回过头觉得中共厉害，已经晚了。那面具人我从去年就一直提醒大家，中共的扮猪吃老虎的战术，中共的乌龟战术，可是呢你们就是执意要认为中共完了，中共要死了，中共傻逼了。面具人一直在说西方要谨慎，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认真对待，不能走错。大家都认为西方动动小拇指就能捏死中共了。很显然，目前的事情发展的结果告诉我们了，结果不是这样的。西方很难捏死中共，中共也没有那么蠢逼，没有那么傻，对不对？那咱们总结一下，西方为何会在与中共的竞争中逐渐被吞没啊？
西方为什么会渐渐的败给中共？很简单，因为世界不需要西方人了。面具人说到这里，你们别激动啊，你听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听面具人给你慢慢道来嘛。你看西方人的傲慢，他认为自己就是白人高贵的理所应当的领袖。那不少咱们华川粉，咱们华人也说嘛，白人至上，白人就是高贵的啊，黑人黄人都是傻逼的，对吧？那西方人更这么想了，对不对？你黄人都这么想了，西方人白人更是这么想。于是呢，他认为自己高贵，自己是领袖，他渐渐的不在乎弱者了。而恰好呢，这个世界上弱者是占多数的，而恰好呢，这个世界上占多数的弱者又被中共利用了。你看，中国人民是弱势群体吧，脑子笨，自私胆小，穷，对不对？但是呢，这些小黄人被中共巧妙的利用，转换为了世界上最强的劳动力。非洲人巴基斯坦呀，亚非拉这些国家呀，他们也穷，不但穷，文化也低，他们也是弱势族群，对吧？可是呢，你看中共对他们好，大撒币嘛，大家都知道习大撒币，对不对？这些弱势族群反而被大撒币的政策导致了被中共占领了。面具人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贫穷的地方那对中共的感情真的是杠杠的。你看那个巴基斯坦，还有非洲很多大街上的广告牌，还有那个 LED 灯牌啊，上面都张贴习近平的广告，感谢习近平呢。就连欧洲的一些快要破产的资本家、企业家得到了中共的输血以后，那对中共也是感恩戴德呀。中共在世界范围挤兑西方，搞世界性的农村包围城市，谁缺钱我给钱啊，谁贫困我帮他。于是呢，中共形成了围点打援，导致了这些需要西方的人渐渐的不需要西方了，导致了世界也渐渐的不需要西方了。看好了，中共的农村包围城市，团结亚非拉。中共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复杂的政权啊？习近平在欧洲的坏名声还真的没有川普和普京、内贾德、金正恩这些人坏。你们看一下民调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撒币，在这些巴铁呀、非洲周围国家啊，那习近平的声誉真的是好得很，杠杠的。中共对外的政策其实呀是非常开放的，中共是对内保守，对外开放。你不要光看什么贸易关税，可是呢，中共把这些关税征来，他又大撒币给这些贫穷国家了，你们看到了吗？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他保守吧。而中共做生意勾兑的资本家也都得到好处了，这些资本家有中东的，有美洲的，有非洲的，也有欧洲的，对不对？而且呢，这些资本家也统领了很多劳动力，对不对？你们看好啊，为什么面具人说中共是对外开放？来，你们看一个现象啊，就是在移民问题、留学问题上，中共它引进弱民，而西方是排斥弱民的。我再给你们说一遍，在移民问题、留学问题上，中共是引进弱民，而西方是排斥弱民的。你想要去西方留学，想要移民到西方，你必须要有非常高的门槛，但是呢，中共没有。你想移民西方，你必须是精英，你要么很有钱，要么你就是有技术。而中共呢，专门对这些弱国亚非拉引进过来，让你免费留学，不但免费，甚至给你发工资，1年5万块，不但给你发工资，甚至还给你配女伴儿。那为什么中共要这么做啊？你们想不明白吧？这些人定居下来以后呢，往长了看，他自己包括他的后代可以成为国家的劳动力和消费力。如果说他们回国了以后一定会称赞中国政府好，对不对？给中国政府开绿灯，对不对？
他们以后升官发财了，继续帮中共，对不对？就算没有升官发财，他们也会积极的感谢中共，对不对？然后呢，带着中共的人去他们的国家驻扎、投资、开采，甚至是设立军事港口，对不对？你把中国的这种对外政策啊，你短期的看是撒币了，对吧？可是呢，中共是皇权政治呀，它可以长期的延续呀，对不对？争一时不如争一世呀。你引进弱民进来，你怎么知道他的第二代就还是弱民呢？你看在中国啊，现在广州那边很多非洲人摆地摊做生意，甚至是非洲人开出租车啊，送外卖多得很。好多建筑工地里面也有黑人的身影，对不对？你怎么就知道中共不会利用这些人呢？你不能否定吧，对吧？那如果说他引进了大量的人口，人口繁荣了以后，他又可以有很多人口和就业了，对不对？而且你说你瞧不起亚非拉，你说他们是弱民垃圾，对吧？咱们想一下，再弱的民，他只要不残疾，他也是一个劳动力单位，对不对？那中共还不像美国没有那么多的就业，中共是世界加工厂。实际上呢，现在中共的就业太多了，要人的地方也太多了，并且呢，你说中共本土的就业不够怎么办？向外扩张呀，对吧？向外搞就业，对不对？中共玩的就是吃进去了，然后不吐出来。只要中共扛过这个扩张期的压力，它就可以有很多的人口和就业了。而就在这个时期，西方还在纠结如何平权，给不给亚非拉权利的问题，要不要允许移民和留学的问题，移民政策该有多严格的问题。面具人，我说句实话啊，你看澳洲2000万人口，实际上呢，市场经济非常的差，知道吗？你没人，你卖给谁呀？对不对？并且呢，你如果经济纯粹依赖出口，那证明你的内需很差，别人把你的出口断了，你会很难受的，你怎么内循环，对不对？那针对中共和西方的移民政策呀，面具人给大家举个例子，面具人给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棵大果树，上面这个果树呢，能结出智慧果实，人吃了这个果实呢，能变聪明。可是呢，只有爬到山顶的人才能摘到果子。西方人先发现了这棵树，可是呢，这个西方人他生怕别人知道，会分食他的果子。于是呢，这个西方人他就是每次自己上山，自己下山，自己吃。结果呢，中共也知道了这棵山上有这个果实树。结果呢，中共也知道了这座山上有一棵果实树。于是呢，中共带了几个亚非拉兄弟，拉着拖车一起上山，把这棵果实树给铲了。把这棵果实树铲了以后呢，搬到自己家的后院种下来了。你说谁沾光，谁更聪明？咱们看看习近平对非洲、对亚非拉那些国家做的事情啊，真的是杠杠的，好得很。包括这些亚非拉，什么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对中共那也真的是铁呀。于是呢，咱们再看看西方，西方越是反全球化，越是保守主义、孤立主义，西方反而越是自己受损。这个已经是现实了，你们自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了，对不对？可能是西方人看不到全球化和人口带来的繁荣和潜力吧。而中共呢，很显然是在人口和土地上尝到甜头了，对不对？还有，为什么面具人说世界不需要西方了？你别说西方有技术，技术如果没有市场的支撑，那技术公司就很难维持下去。他要电费呀，他要房租呀，他要给工人付工资呀，对不对？
你没有市场买产品，你怎么维持你这个工厂的运作呢？你怎么维持你这个公司的体系呢？对不对？你生产手机，你总得卖吧？你不卖手机，你的手机厂商怎么活下去？你手机厂商活不下去，你的供应商、你的代理商怎么活下去？啊，你不解决这个销售渠道的问题，你的代理商都会纷纷的抛弃你，他就会去另谋高就，对不对？而且呀，观众朋友们，咱们有点同理心好不好？你也不要瞧不起这些弱民亚非拉，什么非洲人呀、中国人呀，你瞧不起呀、支那呀、畜生呀，对吧？你想想看吧，60、70年前的中国人弱不弱？弱吧。当时的中国人认字儿的都没几个，吃饱饭的人都没几个。可是呢，短短的几十年，中国人他市场经济发展了，他的消费市场发展了，他的人口发展了，他的劳动力发展了，于是呢，中国人可以绑架全世界了。短短的几十年啊，也没多长时间呀，2代人，对不对？哦，你现在觉得你有困难了，你弱了，你弱的时候，你想别人帮你投资你，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更弱的亚非拉国家，亚非拉的人也会这么想呀，对不对？将心比心嘛，难道他们没有发展的潜力吗？中国人这么 low 这么弱，几十年2代人的时间就发展成能捆绑全世界了，你能否认这些亚非拉国家的人他没有发展潜力吗？对不对？中国的领导人能看到，你看不到，那为什么人家能当领导人，你只能当奴才呢？是不是？这就是人口繁荣以及互帮互助发展普世价值带来的好处，确实是。我告诉你啊，西方人啊，在这种自己白人高贵，自己是领袖高贵的美梦中被中共抄底了。你不要说习近平大撒币，撒币是国际政治的通行做法，各国都会这么做，强国更会这么做，只有反共的人才会专门挑出来说事儿。美日欧包括俄罗斯都会通过各种形式给别的国家捐钱，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方便自己入侵和勾兑，懂了吗？而撒币这种方式，这种玩法是中共从别的国家学过来的，并不是中共发明的。你去看看历史书，这个世界上首先撒币的国家绝对不是中共。日本有专门开发计划署，负责对全球各国的援助 OBD 以及以前对中共的援助开发，这些都是呀真实的例子。还有呢，各国都有巨大的外援资金，援外说白了就是投资。中国人从个体上来说是胆小，是自私，甚至无情的，但是你从宏观上来看，中国这个民族整体对世界来说绝对是伟大的。请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没有拿过中国人的好处？穷国家拿了中国人生产的价值的捐款，这些欧美国家呢，拿了中国人的血汗，拿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拿了中国人的市场，对不对？那你说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伟不伟大？中国人有没有贡献？所以昨天面具人的节目也深度反思了，强者无论你是体力上的强者还是智力上的强者，强者究竟该不该瞧不起盘剥弱者？强者是应该瞧不起弱者，还是要帮助弱者？中西的竞争说到底是价值之争，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他们用这个构建起来了价值观。如果他们背离了他们的普世价值，民主、资本主义构建起来的价值观，背离了这条道路，那么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必然就没有了，那么他们的优势也就没有了，对别人的吸引力也就没有了。而中共呢，
至少在表面上它会很快的取而代之。那为什么世界不需要西方？看，人权你放弃了，资本你要美国伟大，美国优先，美国赚钱，市场那更不用说了，大家都有市场，不是说你美国有市场啊，全球都有市场，对不对？有人的地方都有市场。制造业大部分在中国，科技依赖市场，科技离了市场，这些科技公司的研发经费、产品销往哪里？你想过没有？并且呢，科技的优势也在被逐渐的抄袭，被逐渐的缩小。从这个方向你一直顺下去，你看西方还有什么？是不是西方被人们的需要越来越少了？人类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互相取暖嘛，供需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呢，面具人，我认为啊，以羞辱任何一个民族为基础的什么民主呀、人权呀、平等，必然会遭到反噬，必然这种所谓的民主人权运动不会成功。就像台湾、香港，一方面喊着民主人权，一方面呢又骂着朝鲜人，骂着中国人劣等人、垃圾、贱种、畜生。那这是不是民主？这是不是平等人权？你追求民主，你又骂别人是傻逼、弱智、贱种，你觉得你矛盾不？你追求平等，你反而去践踏这些无知的弱势的人，你觉得你矛盾不？换一句话再说，互相仇恨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仇恨到极端以后，大不了大家鸡飞蛋打啊，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对不对？中共说到底玩的是披着资本主义外皮的帝王制度，看透他的人都知道中共是怎么回事，看不透他的呢，无所谓嘛，赚钱嘛，跟着中共一起奴役，一起剥削又如何？并且呢，中共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坚持，听懂了没？中共在坚持，而西方呢，已经背离了他自己建立的体系，已经背离了他自己的价值根基了。你说他自己的根基他都背离了，他还怎么立足啊？得到自由民主好处的人，去了西方的人，去了台湾的人，或者说是香港人移民到西方英国的人，你是脱离苦海了，然后呢，你却践踏这些身在苦海的，哪怕他无知，哪怕他反智的人，对不对？人生在哪个国家不是自己能选的？这点简单的问题你想不明白吗？对不对啊？你得到了自由民主的好处，你不去尽每个人的力量，你尽一份力量去帮助引导这些苦难人，反而会去践踏、瞧不起，甚至用支那、畜生这些字眼污蔑中国人。那我问你，中国人好多无知，他喝毒奶粉，他被毒了，他受苦受难了，他难受了，是他的错吗？也有很多不爱共产党的，对政治不敏感的人喝了毒奶粉呀，是他的错吗？对不对？你难道仅仅因为他在中国，然后你就瞧不起他，然后因为他喝了毒奶粉，然后你就骂他是畜生？你觉得这个逻辑能说得通吗？对不对？你因为他弱，你就踩他，或者认为他生在这个国家，他就是有罪，他就是贱，他就是该消灭。你觉得你这种行为残忍吗？你自己过好日子了，你却践踏这种过不了好日子的人，你觉得你不残忍吗？全世界的人真的是点对点的都为中国这些可怜人贡献一份爱心，那中国人早就改良了，知道吗？可是呢，真相是大家都乐见其成的想要剥削小黄人，知道不？都想要么从辱骂中国人来获得一点可怜的优越感，要么就是从中国人身上剥削一点血汗劳动力、廉价劳动力，对不对？
世界人对中国人的怜悯远小于世界人从中国人身上的压榨。所以呢，西方的衰落乃至覆灭啊，或许是神对人贪婪的惩罚吧。中国人已经受到惩罚了，可是呢，没人来救赎，那接下来就轮到世界了，对不对？这世界上毕竟可怜人占多数，你认为你对可怜人的无视、冷漠甚至践踏，不会受到反作用力吗？咱们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力都是相互的，懂了吗？好了，来讲讲新闻吧。讲这些让人头疼的东西，讲多了又惆怅了，对吧？我只能做到我行善积德，我多启蒙别人，我不作恶，对不对？我能做好事我就做好事，我不害人。来看新闻啊，华盛顿邮报周日1月3日报道，在一段录音中，美国现任总统川普要求佐治亚州的政府官员帮他找出11780张选票，这样呢，他就可以比拜登胜过拜登的选票多。他也说，如果不这么做，好，你不听我的话，你可能会有可怕的后果。那在这段录音中，特朗普敦促佐治亚州的州务卿共和党籍的拉芬斯伯格，你必须要这么做。据报道，特朗普交替责备拉芬斯伯格和其他官员，试图奉承他，恳求他采取行动，甚至呢威胁，你不这么做，你可能会承担刑事后果。在整个通话过程中，拉芬斯贝格和他的律师向特朗普解释说，这个川普的论点是基于被推翻的阴谋论，他不相信阴谋论，这些阴谋论已经被推翻了，我没有办法帮你去找这些选举结果啊，这些东西都没问题。于是呢，他们告诉特朗普，拜登的11779的胜票是公平和准确的，但特朗普并不满意。特朗普说，佐治亚州的人民很生气，全国的人民都很生气。再说了，你知道，你说你已经重新计算过了，这没什么问题 OK 啊，我只想找到这11780张选票，如果我找不到，你可能会麻烦了。如果我找不到，那你小子你掂量着，因为川普本来就赢得了这个州。那美联社援引拜登高级顾问鲍尔的话说，这段录音呢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特朗普自己向党内的一名官员利用行政手段施压，并且呢威胁他撤销一个州的合法的经过认证的选票统计，并且呢编造另外的选票来代替，这会给川普带来法律的风险。那面具人这里还有独家翻译的完整版的录音，这个声音呢，录音呢，听起来确实是川普的声音。那我放给你们，真假自辩啊。放这段录音之前呢，先感谢 ABC 推强先生的翻译的贡献，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他。这个人呢还不错。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录音。We have won this election in Georgia based on all of this. And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saying that, Brad. You know, I mean, having a correct, the people of Georgia are angry. And these numbers are going to be repeated on Monday night, along with others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by that time, which are much more substantial even. And the people of Georgia are angry.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are angry. And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saying that, that you've recalculated. Well, Mr. President, the challenge that you have is the data you have is wrong. Now, do you think it's possible that they shredded ballots in Fulton County? Because that's what the rumor is. And also that Dominion took out machines. That Dominion is really moving fast to get rid of their
machinery.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that? Because that's illegal. Ryan, Germany. No, Dominion has not moved any machinery out of Fulton County. We're having. Well, but have they moved? Have they moved the inner parts of the machines and replaced them with other parts? No. You sure, Ryan? I'm sure. You should want to have an accurate election. And you're a Republican. We believe that we do have an accurate election. No, you don't. No, you don't. You don't have, not even close. You're off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otes. You know what they did and you're not reporting it. That's a criminal offense. And you can't let that happen. That's a big risk to you and to Ryan, your lawyer. That's a big risk. But they are shredding ballots, in my opinion, based on what I've heard, and they are removing machinery, and they're moving it as fast as they can, both of which are criminal fines, and you can't let it happen, and you are letting it happen. I'm notifying you that you're letting it happen. So, look, all I want to do is this. I just want to find 11,780 votes, which is one more than we have, because we won the state. So tell me, Bra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 won the election, and it's not fair to take it away from us like this.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costly in many ways. And I think you have to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re-examine it, and you can re-examine it, but re-examine it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find answers, not people that don't want to find answers. For instance, I'm hearing Ryan, and he's probably, I'm sure, a great lawyer and everything, but he's making statements about those ballots that he doesn't know. But he's making them with he did make them with surety, but now I think he's less sure, because the answer is they all went to Biden. And that alone wins us the election by a lot. So. Mr. President, you have people that submit information, and we have our people that submit information, and then it comes before the court, and the court then has to make a determination. We have to stand by our numbers. We believe our numbers are right. Well, under law, you're not allowed to give faulty election results, okay? You're not allowed to do that, and that's what you've done. This is a faulty election result. And honestly, this should go very fast. You should meet tomorrow, because you have a big election coming up, and because of what you've done to the president, the people of Georgia know that this was a scam. And because of what you've done to the president, a lot of people aren't going out to vote. And a lot of Republicans are going to vote negative because they hate what you did to the president. Okay? They hate it. And they're going to vote. And if you would be respected, if this thing could be straightened out before the election. You have a big election coming up on Tuesday. 听完了吧？咱们再来说一下彭斯。彭斯今天又杀回马枪了。彭斯的这个回马枪杀的真的是让人猝不及防呀！美国后任总统拜登1月20日即将宣誓就职前，美国现任副总统彭斯欢迎美国的一些参议员挑战拜登的胜选结果。那美国的大选结果是否会逆转呢？目前呢，以克鲁兹为首的共和党11位参议员已经表示准备拒绝在1月6日举行的国会投票中认证美国的2020年大选结果。他们提议选举委员会对有争议州的选举结果进行10天的紧急审核。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上述参议员的呼吁表示欢迎，但这一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因为大多数参议员预计会投票认可拜登的当选结果。那少数服从多数吗？看到这儿，肯定会有很多川粉说彭斯这是要摔杯造反了呀。但是面具人我却不这么认为，反而呢，面具人我认为彭斯他果然是老牌政客，
彭斯前天在法院诉讼请求法官驳回共和党人对彭斯的诉讼。彭斯说，你们告错人了。彭斯明确表明了自己没有权利推翻选举结果，但是呢，彭斯这样做会得罪7000万川粉呀。彭斯这么做的后果很严重呀。而且目前来看呢，这几个共和党人在1月6号必然会闹事呀，拦不住呀，劝不住呀。那作为彭斯，刚到底对他没什么好处。如果彭斯刚到底，那么他在共和党内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他就可以回乡下种田去了，对不对？但是大家看好，彭斯现在说了，欢迎大家拿出证据对有争议的州进行审核。那彭斯他说这句话，面具人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挺讲理的。一方面呢，彭斯并没有说要推翻选举结果，而且呢，也没有任何污蔑民主党的意思。支持你诉讼呀，你支持打官司呀，对不对？支持走法律程序没问题呀，这是你的这个司法权利嘛，对不对？你有证据你就拿出来，法院会给你解决的。彭斯这样讲，实际上呢，是对美国司法体制的肯定和信任。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彭斯说这个话看起来也是支持共和党的呀。你们共和党怎么挑刺儿？你别说我彭斯不支持你们挑战选举结果呀，对吧？我支持了，我欢迎你们去挑战，你们快点去挑战，你们去呀。但是前提是彭斯提前让法院驳回这个共和党对彭斯的诉讼。彭斯已经明确表示了，说得很清楚了，我彭斯副总统没有权利推翻选举结果。你们要诉讼我，要告我，找错人了。那整个事情呢，彭斯其实已经把自己摘得很干净了。面具人我个人认为这是彭斯目前左右逢源能做出的最好的姿态了，里子也不丢，面子也不丢。你们仔细想想，是不是这回事呢？留言告诉我哦。